战总的办公室还没有完全弄好吧？黄丽打量完办公室后，便拉进了椅子坐下。战一阳说道：“差不多就是这样了，以后缺点什么再买吧。”黄小姐是喝水还是喝茶？给我一杯温开水可以了，我很少喝茶，要不就是喝咖啡。战一阳去给他倒了一杯温开水过来。我这里还没有完善，暂时没有咖啡，可以招待黄小姐喝杯水吧。他将那杯温开水放到黄丽的面前，然后坐回他的位置上，看着黄丽问道：“黄小姐，我们过去认识吗？不知道黄小姐今天来访是？”黄丽笑得妩媚，还抬手撩一下她及腰的长发，说道：“我们见过几次面的，可能是战总对我没有印象吧，我对战总确实印象深刻。战总这么优秀又好看的男人，让人一见就难以忘怀。”黄丽端起了那杯温开水，喝了小半杯后，放下杯子，将自己带来的那些礼物推到战一阳的跟前，含笑看着战一阳，说道：“冒昧前来拜访，给战总带了点礼物，还望战总不要嫌弃，收下了。”战一阳只是扫了一眼，便将那些东西推回到黄丽的面前，歉意的道：“谢谢黄小姐的好意，但我不能收。亲人以外的年轻女性，她们送的任何东西，我一概不收，除非是我心上人杜雨萌送的，我才会收。”听到战一阳提及杜雨萌，还说是他的心上人，黄丽脸上的笑容有点僵，但还维持着。他笑：“战总追求杜雨萌的事，我们整个海城的人都知道了。但是战总以前追求杜雨萌，后来又说病，非真的爱杜雨萌，怎么今年又开始吃回头草了？杜雨萌哪一点比他强？”黄丽是不承认杜雨萌样样比他强的。总之，他就是看不惯杜雨萌。杜雨萌拥有的，他都想抢过来，抢不过来也要抢一抢，膈应一下杜雨萌，他也开心。战一阳进入他的视线后，他就心动不已。哪怕他也有男朋友，但他的男朋友与他黄家不是很般配，算不得真正的门当户对。战一阳的家世比她男朋友好了不知道多少倍，但是战一阳追求的却是他的死对头杜雨萌。他不知道战一阳为什么在拒绝杜雨萌后又回来追求杜雨萌的。他想抢战一阳，不管能不能抢到，他都要尝试一下。实在抢不到，他只能嫁给他的男朋友了。那样的话，在婚姻上他又输给了杜雨萌。黄丽不甘心啊，杜雨萌凭什么能嫁给战一阳这么优秀又家世好的美男子？管城战家的好家风，他是听说过的。他也问过母亲，母亲对战家也是夸不赞口，说他若是能嫁入战家，母亲做梦都能笑醒。知道战一阳追着杜雨萌不放时，母亲都在他面前叹过几次气，说他怎么就遇不到战家的少爷呢？心里极度的牙痒痒的，黄丽面上还维持着基本的礼貌，笑道：“我听说杜雨萌还没有答应战总的追求，战总追求他也很长时间了，一直没有结果，战总还要继续下去吗？其实我们海城配得上战总的好女孩不止杜雨萌一个的，战总不妨多看看其他人，给别人一个机会，也是给自己多几个选择的机会。杜雨萌估计还在记恨你去年拒绝他，他这个人我很了解，其实我和杜雨萌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，熟的不能再熟了。他这个人呀，自尊心特别强，也记仇。以前没有谈过恋爱的他遇到了战总，总算动了芳心，谁知道战总却拒绝了他，说一点都不爱他，那样就伤了他的自尊心，他岂有不记仇？如今战总回来重新追求他，他就端着架子，不管战总做什么，对他多好，他都不会吃回头草，不会接受你的感情的。战总又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？黄丽说了这么多，意思很明显了，就是他对战一阳很感兴趣，希望战一阳能给他一个机会。若能抢过战一阳，杜雨萌以后都只有被他嘲笑的份儿，而且杜雨萌会后悔的，绝对会后悔。战一阳笑了笑，笑意未达眼眸深处，他说话还很温和，
熟悉他的人才能听出他压制着怒火。他说道：黄小姐说这么多，该不会是想告诉我你喜欢我吧？黄丽也直白地道：我初见战总就很是心动，觉得你就是我要等的男人，是我要托付终身的男人。黄小姐不是有男朋友了吗？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，黄小姐今天来这里找我，若让你的男朋友知道了，黄小姐不怕两头空。黄小姐既然知道我是来自管城战家，肯定也听说过我们战家的男人专情，一生只爱一人。我的心给了萌萌，不管她现在接不接受我的感情，我都爱她，这辈子都只会爱她一人，娶也只娶她一人。其他女人再好，我都不会再去爱，因为我的心只装得下雨萌一个，多一个人都容不下，3个人的感情也太挤，我不喜欢。雨萌若是不接受我的感情，我会一直等，等到她接受我为止。若她要嫁给别人，能幸福的话，我亦会送上最真诚的祝福，只要她幸福就好。但我不会娶别人，我宁打一辈子的光棍，也不会让别人取代雨萌在我心里的位置。黄丽，战总没有尝试一下，怎么知道你除了杜雨萌就不会爱上其他人呢？杜雨萌不见得有多好，他这个人呀，心眼小，爱计较，喜欢使唤人，跟我们认识的人都不喜欢他的。你应该知道他没有交心的好友，就是他这个人人品不行。战意扬沉下脸，严肃地道：黄小姐，请你对雨萌尊重一点。雨萌好不好，我心里有数，我爱她，就是爱她，不管她人品好与坏，我都爱她。她的好与坏，我都能包容，况且我也不是什么大好人。我觉得我和雨萌挺配的，我也心眼小，爱记仇，也没有几个真心的朋友，还喜欢使唤人。黄小姐认为雨萌这样的性子不好，我也是这样的性子，黄小姐也接受不了的。门口在那里，黄小姐请起，转个身往前走。黄丽坐着不动，她笑道：战总这就生气了，我不过是开个玩笑。战一阳冷着脸：你当着我的面说我心上人不好，我还要笑着向你道谢。黄小姐不是开玩笑，在你心里，你是觉得我家萌萌样样不如你，事实上你样样不如萌萌，所以你嫉妒，你恨，逮着机会就想踩萌萌两脚。我可不跟你开玩笑。黄小姐，我不管你今天来的真正目的是什么，我对你没有兴趣，除了萌萌，其他女人我都没有兴趣，请你现在就离开。你不走，我就叫保安上来请你出去，那样子黄小姐就不好看了。黄丽慢慢收起了笑意，看着战一阳。战一阳冷冷地瞪着他，眼神里的冷意、厌恶很明显。黄丽被他眼里的厌恶伤到了自尊，他好歹是黄家的千金，黄家虽然不及杜家，但在海城也是真正的豪门。他是不如杜雨萌漂亮，整了几次容后，他认为自己现在的颜值不输于杜雨萌的了，主动向战一阳表达好感，有意发展成为恋人。战一阳一点机会也不给他，甚至厌恶他，太伤他自尊心了。战总，刚才是我不对，我道歉，不该说雨萌的坏话。今天过来，我是有心和战总合作的，我黄家的生意也做得很大，我想我们两家能够合作共赢的，咱们做不成恋人，做个朋友也是可以的。黄丽换了一副态度。战一阳不为所动，他说道：我不会和黄小姐合作做生意，你是雨萌的死对头，我爱雨萌，怎么可能会和他的死对头合作做生意？我是商人，重利，但若是生意和雨萌比，我还是选择雨萌的，雨萌对我来说比生意更重要。我们不会是朋友，永远都不会。还请黄小姐离开。战一阳让黄丽进来，主要是想看看黄丽长什么样，以后在海城上流社会行走，也能防着黄丽，不要中了圈套被人算计。爱情里容不下一粒沙，他要是倒霉被其他女人算计了去，他和杜雨萌这辈子都不可能了。那是他真正爱的女人，娶不到雨萌，他这辈子都不会结婚，就打一辈子的光棍吧。反正父母有3个儿子，他不结婚不生娃，
父母依旧可以当爷爷奶奶抱到孙子，大哥已经结婚，小弟早晚也会结婚。他单身一辈子，父母也会尊重他的决定。当然了，战一阳很努力的想娶到杜雨萌的，并不想打光棍。有喜欢的人，能与喜欢的人过一辈子，是他感情上的最大愿望。战一阳朝黄历做了一个请的动作，让黄历现在就走，再不走，他就叫保安上楼来轰他了。黄历深吸几口气，心里恼火，面上还维持着基本的礼貌。他起身对战一阳说道：“打扰战总了，我先走，改天有空了，希望战总能赏脸，让我请战总吃顿饭。战总打算在海城做生意的话，多一个朋友好过多一个敌人。”说完后，黄历挽起了包，拉开椅子就走。黄小姐，战一阳叫住他。黄历顿住脚步，扭头看战一阳，以为战一阳会改变主意，谁知战一阳指了指他带来的礼物，说道：“黄小姐带来的东西请带走，你不带走，我也是扔垃圾桶的。”黄历折回来，拿起那几个精致的袋子，转身走了。走出办公室关门时，用力挺大的，那办公室大门被关上时，发出砰一声响，可见他力道不小。出了办公室后，黄历却发了一个小视频，是自拍的小视频，拍着他提着礼物，然后拍一下战一阳办公室所在的楼层以及战一阳的办公室门口。拍完了小视频后，他将那个小视频发给一个老同学，叫那个老同学将这个小视频发给与杜雨萌有来往的其他同学，再借其他同学之手转发给杜雨萌，告诉杜雨萌他也看中了战一阳，他会对战一阳展开追求的。这么优秀的男人，就算拒绝了他一次，他也不会放弃的，不去努力一下，始终不甘心。努力过了，到最后还是得不到，至少他不会后悔，不会留下遗憾。杜雨萌很快就收到了那段小视频，他对此并不生气。很快他就将那段小视频发给战一阳看，战一阳没有回复他，他直接就离开公司，前往杜氏集团，要当面向杜雨萌解释。不知道他已经在过来的路上，杜雨萌发了视频给他后，没有收到回复，杜雨萌心里嘀咕：战一阳什么意思？他在忙，还是觉得没有必要解释吗？认为他相信他，知道他不会喜欢黄历，知道黄历这样做就是想破坏他和战一阳的感情。话说两个人还没有公开承认恋人关系的呢，是他还没有答应他。心里嘀咕的杜雨萌也硬气，不想再发信息过去。只是接下来他的心情就变得不好了，板着一张脸，做事也有点心不在焉的，时不时就会看一下手机，数次想发信息，都打消了那个念头。干嘛要问他？他如何选择是他的自由，只要他敢和黄历来往，敢收下黄历送给他的礼物，他就死心了，彻底放下对他的感情。天底下好男人多了去，他杜雨萌又不是非他战一阳不可的。若是他假意利用黄历来刺激他，想让他早点接受他的感情，他也会被他淘汰掉。他不接受利用。000，内线电话响了，杜雨萌接听，是大姐，叫他去总裁办公室，有公事要商量一下。杜雨萌暂停手上的工作，拿起手机就走。走了2步，他忽然又折回来，将手机放在桌面上，用一本文件夹压住，这才离开。他怕自己一直看手机，也想用这样的方式告诉自己他不在乎。战一阳解释就解释，回复就回复，不回复就不回复，他不在乎，不在意。真的，杜雨萌去了总裁办公室，姐妹俩商讨着工作上的事，这样一聊就聊了大半个小时。聊完了工作上的事后，杜大小姐忽然问妹妹：“萌萌，你和战一阳又闹矛盾了吗？我看你有点心不在焉的。”杜雨萌不承认地道：“没有呀，我和他又不是恋人，有什么矛盾好闹的？他还在追求我的阶段呢，我可没有答应做他的女朋友。你就嘴硬吧，从爱上他后，你就没有放下过他，眼里心里都是他。
杜大小姐说着妹妹有这么长时间了，也别再吊着她，不要给有心人创造了机会。黄丽打战益阳的主意，杜二太太都知道了，更不要说杜大小姐了。二太太已经很少出门交际，杜大小姐如今是杜家的当家总裁，她的交际更广，收到消息更快，比她二婶更早知道妹妹的死对头肖想战益阳了。黄家那个女儿呀，从小就针对着萌萌，总要和萌萌比较。萌萌其实并不想和她比的，奈何她总要比，久而久之，两个人就成了死对头。黄家女儿最开心的那几年，估计就是萌萌跟她师傅学艺的那几年吧。两个人不同班不同校，她又不知道杜雨萌去了哪里，以为以后很少交集的了。谁知道等雨萌学成归来，两个人又重新成为同学。雨萌比起以前更加的优秀。在学校的时候，姓黄的还纠集过一班小太妹想霸凌雨萌，结果那些人被雨萌教训了。2次后来见到雨萌就如同老鼠见了猫一样，跑得比兔子都快。黄丽则是更加的嫉妒恨，因为杜雨萌文武双全了。杜雨萌淡冷的道：他不是我男人，谁都有机会追求他，若是别人能把他追走，说明他对我的感情也就那样，不够专一，不够专情，被追走我也不会后悔，只会庆幸没有和他在一起。在一起之前知道他感情不够专一，好过婚后他出轨，那样带来的伤害更大一点。杜大小姐看着妹妹，还说你们俩没有闹矛盾。听听你的话，你这口吻分明就是在赌气，恼火得很。萌萌在大姐面前就不用遮掩了，告诉大姐怎么了。杜雨萌没有说，只道大姐，我能处理好的，没事的话我先回去做事了。杜大小姐叹口气，行吧，你先回去做事，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先相信一下战益阳，我觉得他不是花心的男人，外面的女孩子有谁能超越你。杜雨萌说道，大姐，我自认是很优秀，但不敢说天下第一，比我优秀的还是大有人在的。再说了，感情这种事并不一定是优秀的那个人取胜的，有时候远远不如自己的却抢走了自己的男人。男人的心如同海底针，摸不透，他们的喜好也会时时变化，不一定就选最优秀的，他们更喜欢依赖他们的满足，他们大男人的自尊心。杜大小姐笑道，行行行，你既然这样说，那大姐就不多事了，你回去做事吧。杜雨萌走了，回到他办公室门口，秘书就赶紧对他说道，副总，战总在贵宾室等你，问了我无数次你什么时候能回来，也打了无数次电话给你，你都没有接听，我看战总很着急的样子，可能有急事。听了秘书的话，杜雨萌的心情忽然就好了，表面上他还是一副很平静的样子，只是嗯了一声，表示知道了，示意秘书忙他的去。等秘书走开了，杜雨萌才往贵宾室走去。战益阳在贵宾室如坐针毡，时不时就起身在里面走来走去的。秘书给他沏的茶，他一口也没有喝，招待他的水果点心，他也一样都没有碰。不知道杜雨萌怎么不接他的电话，是生气了吗？还是误会他了？战益阳后悔在收到小视频时没有第一时间回复杜雨萌，他只是着急的过来向他解释。雨萌应该不会误会吧，他提前就跟他说了，告诉了他黄丽是他的死对头，他也向他保证过，他这辈子只会爱他一人，其他女人他都看不上。等杜雨萌回来的时间里，战益阳自我反省，觉得自己对女孩子的心思还是摸得不够透，还需要继续学习，自我摸索，总结经验，以后再发生今天这样的呢，哪怕他第一时间赶过来当面解释，也要先在微信上向他解释一番，不能再像今天这样。战益阳又想出去问问秘书，杜雨萌什么时候能回来，转身时就看到了杜雨萌进来。雨萌，战益阳以最快的速度跑上前去，雨萌，我想抱抱你，可以吗？他问道，却不等杜雨萌回复他，
他就先伸手将杜雨萌抓入怀里，紧紧地搂抱住。雨萌，对不起，我又错了，我应该先回复你，解释一遍，再亲自过来解释的。雨萌，我对姓黄的没有兴趣，一点都不喜欢他，会见一见他，让他进公司。主要是你跟我说的，我要是不知道他长什么样，就不会防着他，容易被他坑了，所以我才会让他进去的。他的确跟我说了，他喜欢我，想追求我，还说了你的坏话，都被我怼回去了。我告诉他，我这辈子只要你一人。我不知道他竟然拍了那样的小视频发给你看，早知道这样，我就直接让保安把他轰出去了。还要什么君子风度呀？对黄丽那样的人不需要君子风度。被他紧紧搂抱住，听着他反复的解释，听出他语气里的着急慌乱。杜雨萌不得已推着他，想摆脱他的怀抱。他仰头说道，大姐有事找我，我去了大姐的办公室，又不是故意让你久等的。我知道你对黄丽没有意思，黄丽那个视频是刻意的，我也知道。你打电话给我，我没有接听，是因为我手机没电了，我留在办公室里充电。杜雨萌撒着谎，不承认自己是心里乱，不想带手机的。战一阳低头看着他，雨萌，你真的不是生气，不是误会我。杜雨萌笑，不生气，不误会，黄丽那点诡计，我岂有不知？你当时没有回复我，我以为你在忙，也没有问你。不过以后若是再发生这样的事，你能够当时就回复我一下，会更好一点。杜雨萌不承认自己在意，也有点吃醋，他对他的感情比他想象中要深一点。